很多人一说到安徽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黄山风景区。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市叫做黄山，黄山风景区就在黄山市。在大名鼎鼎的黄山，有一个被誉为黄山最美、最高的古村落，藏在云丹里面，三面悬空，一面靠山，美如仙境一般。它是徽州海拔最高的一个小山村，可是如今却是慢慢的在消失。它就是木梨红村。这个村同样是不通公路的，所有的物资都靠人力肩挑扛上去，从底部到上面大概是800个台阶，可能要行走20到30分钟。我们平时走很多不通公路的古村落，它的道路要么是石头台阶，要不是泥土台阶，而这种用木头搭配的台阶很少见。它就是就地取材，从旁边的山上砍伐一些木头来搭配这样的道路。这种台阶尽管走起来比较舒适，有点接地气，但是到了下雨天就非常的湿滑。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为黄山拍照景点的一个圣地，故而每天前来这边打卡拍照的人数不胜数。山泉水从高处流下，通过竹子引入到水缸。假如说用这个山泉水来泡茶，一定是很有味道。这里可以说是一片竹山，每年的冬天和春天，这里很多笋可以挖。我基本上每年春节的时候就会挖一些残留的冬笋。个人感觉春笋比冬笋好吃，大家觉得是否如此？现在里面是肯定没有了。爬山累，爬这么多台阶更累。这个村为了吸引大家来游玩，也是在这个半山腰上面修建了一些休息亭子。菜园子，农村多好，自给自足。有萝卜，有白菜，特别是这种小白菜和萝卜苗，是特别好吃的。周边全是大山，因为这个村落本身也就是一个悬崖村，那周边是大山也就不奇怪了。快到达这个悬崖村了，这个道路以前也是村民进出的道路，全是石头组成。周边呢是可能开发旅游，重新翻修了一下。感觉这个到了冬天和春天，这个笋特别多，很多人吃的笋干呢，也就是这地方产的。阿姨好，你是住在这里面吗？哦，不错，来过来玩一下。来到这里碰到好几位村民，他都问你要不要住宿。现在这个地方民宿客栈特别多，很多人游玩都会在这里住一晚上，特别是早上看日出，听说是非常美。在这种大山里面，石头和竹子非常多，所以就充分利用起来。这边是竹子搭建的护栏，在村子里面还有竹子搭建的阳台一样。木梨红云上古村落，因为它是在悬崖上面一样，那么其实相当于就是云上的仙境的。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村落只要一下雨，基本上在雨后就会笼罩在云海当中，所以说云上的村落可能就是这么由来的。爬了30分钟，爬了800多个台阶，终于来到了村落里面。好多人在这里拍照打卡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发现这个村落跟我之前去的甘肃一个悬崖村很相像。这就是甘肃陇南的朱雀村，也是一个悬崖村，都是三面悬空，一面靠山。只不过一个区别就是朱雀村它是通公路的，而我们今天来的木梨红村它是不通公路。两个村的水源都是从村后面山上引流下来。大家觉得哪一个村更漂亮、更壮观、更气派、更震撼？这个古村落其实不大，现在只剩下几十户人家居住，并且大部分可能都是客栈，房屋高低参差不平。正是因为高低参差，才让人们见到这个古村落原始的魅力。农村的土灶，走到这样的村落，就能够感受到烟火的气息，生活的气息。
这边就是靠近悬崖的一边。这个村落都是这样的小道路，住在这个村落的人每天推开窗户就能够看到山外的云海，但同时也有推开门、推开窗户就是悬崖的危险。不过大部分村民都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明显的可以看到每家每户前方有一个大的平台，这就是村民利用了智慧，他们把一根根原木整理好，然后吊在悬崖上面，固定在悬崖上面，就弄成了一个大的平台，也是我们常说的吊脚楼形式。只是说这个平台上面没有盖房子，如果盖了木头房子，就成了典型的吊脚楼。你像在我们行走的就是石头小道，而旁边这个固定起来了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，在这里被称为晒台，每家每户可以在晒台上面晒东西，在上面行走，从而这个晒台又成为了连接村里每家每户的村路。这些晒台有用木头做的，也有竹子做的，充分利用了大山的资源。这个木林洪村始建于明朝万历时期，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。他是一个姓张的人在当时逃难来到这里，在这里定居传承。尽管说这个村落属于在徽州大地，但是它不是典型的徽派建筑。我们看到的徽派建筑有马头墙，还有房顶两面有排瓦，而这里没有。它主要是因为这个村落坐在一个山脊之上，经常会有大风，为了减少风阻，房屋呢就布局一字排开，让大风穿堂而过。这也是古代村民建造的一种智慧，使这个村落存在了400多年。农村很好玩吧？冬瓜直接在自己家门口，城市里面的人绝对没有见过，太好玩了。这冬瓜还不小了，冬天吃冬瓜，在这些地方菜都吃不完吧？我没有客人，我菜是吃不完的。哦，种了好多。客人都是不够吃，我没有客人，我是不够吃。哦，这小白菜。这个地方空气很好啊。对，空气很好，空气不能当饭吃。那倒是。您是嫁到这里还是从外村嫁过来的？我是村庄的姑娘。哦，就是村庄的姑娘，然后嫁在村里面。啊，那一辈子都在这里了。一辈子。这位大娘向我们介绍，她在这个村落生活了一辈子。以前村落进出非常不方便，出去赶集的话4-5公里，往返的话差不多要1天的时间。现在旅游的人多了，条件也慢慢有所改善，像他家里也开了一个小客栈。他说以前这个村落年轻人基本都走出去了，由于这几年这个村落被大家熟知，旅游相对于发展起来，很多村民年轻人就返乡创业开客栈。在农村有一点就是好，菜是自己种的，你想吃什么种什么，然后采摘什么。刚刚我们看到冬瓜还有青菜，这些就是南瓜。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一块菜地，一块菜园子。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在这样深山密林里面的村落，靠山相对容易一些。这个村落叫做木林洪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在山顶上面伐下的竹木从山上顺坡滑下来形成的沟槽就叫做洪。木林洪，一个与你心目中皖南民居不一样的古村落。
这个村落基本都是这样的道路，羊肠小道。在几十年前，这个村落每天是非常热闹的，大家走上走下。如今却是一个非常安静的村落，尽管说时不时有游客前来游览，但仍然是一个非常安静古朴的村落。这个村落还保留着城里人最向往的简单生活。山泉是主要的水源，可以用来洗衣服，也可以用来做饭。他们的食物主要是自己栽种的，还有后山大自然里面的，自给自足。每天简简单单的白粥、青菜、稀饭等等，就能开始新一天的生活。不知道城市里面的人是不是非常向往？在农村，大家待习惯的人可能不觉得奇怪，也没有什么稀奇，但是没有待过的人，他就来到这里，会有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。来到这样的农村，来到木里红，你可以不用想太多复杂的事情，也不用去想你的工作，坐在山腰的某一处露台上面，看看远处的大山，特别是早上看看日出，下午看看日落，看看你旁边的云海，看看远处的竹海，远处的茶山，在这里喝上一杯醇香的茶，吃上一餐香喷喷的腊猪蹄，这个是不是神仙般的生活？世外桃源的生活，这就是作为一个悬崖村的魅力。